小子可以的。小心！哎，你完了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果呢？哎，胜了，胜了，燕州胜了，燕州胜了！把钱拿来！输了吧，让你们看不起我们小狼。都是你！哎呦，怎么赢了这么多呀？你们也不行啊！俊哥，你眼光真好，投我们小郎君。哎呀，不是我眼光好，是主公早就看好小郎君了，是他呀。怪不得，南军眼光也不错。走走。哎，下次再压。燕州有事胜！好功夫！好！小郎君厉害！小郎君厉害！擂台比试，点到为止。苏子信，你暗藏凶器，暗中伤人，这就是你们武山国该有的教养啊！苏子信，心术不正，取消接下来的比赛资格。魏侯明察，刀剑无眼，擂台上自然要全力相搏。只是我没料到规则不允许使用暗器，我自当无妨，没成想，竟害了小郎君。阿姐，魏侯，是我教导无方，子信他求胜心切，才在擂台上失了风度，但他本无心害人，还望魏侯莫要责怪。擂台比试难免磕碰，但我征战沙场多年，他是否是有心还是无意，我自然有分晓。苏子信此人心术不正，玉楼夫人若不严加管教的话，只会受其拖累。武山国已多年没有参加陆离大会，就算此次无功而返，相信家人也不会怪罪你们。魏侯，其实我此番前来，有事瞒你。家弟无状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但我姐弟此番前来奔赴盛会，并非为武山国争名。妾本是边州女君，先夫去后，边州新主难容先夫的旧部，逼得薛泰已自立门户。薛泰确实反了，哎，这陈庞啊，那是不容薛泰，他是压不住薛泰。除了绝郡，他大大小小也缺了不少地了。是啊，他独占绝郡，坐拥5万精兵。我此番是想为他谋个新主，我相信薛将军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原来这玉楼夫人背后另有靠山呐。薛泰追随了玉楼夫人，那要是娶了玉楼夫人，岂不就是白白得了几万兵马做嫁妆吗？对。魏侯，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身为边州女君，也有责任在身。薛将军他忠心耿耿，我不能弃之不顾。是，今日之事全是子信一人的错处，还望魏侯切莫怪罪阿简。与谁交好，全凭玉楼夫人自己做主，我并不在意。
过几日我要宴请群雄，你替我下旨，记得这位玉楼夫人也送上一份。奴明白。疼吗？姐夫，表兄，南君和表兄怎么来了？不是还要准备过几天的享会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表兄呢特别担心乔慈，所以我带他过来看看。哦，对，的确是我关心阿慈，而且只是我一个人关心。就是被刀划了一下，不严重。流了那么多血，还说不严重？今日打得过瘾极了，那枪很趁手，再来几个回合我也撑得住。稳重些。不过乔斯的武功真的不错，整个魏国也没几个像他使枪使得这么好的。哎，钟离啊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向阿慈请教请教啊？我觉得有这个必要。啊，真的？哦。不过呢，如今你拿了李逵，过2天的围猎大赛也不必太拼，免得让你姐姐担心。还有几天后的享会，你作为燕州少主出席，务必要注意言行，明白吗？是，姐夫。南君表兄，这有我呢，你们放心吧。好，好好休息。今日在教场上，姐夫还站出来替我说话，看来姐夫还是疼我的。你姐夫这个人啊，就是面冷心热。阿姐真的满心都是姐夫，我不过说了一句姐夫的好话，阿姐就高兴成这样。不是我替他说话，你今日用的枪，是你姐夫兄长的兵器。魏延表兄，已故兄长，魏宝。真的？传说中这把枪，可是世间难得的稀罕物。这枪的做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姐夫愿意把他已故兄长的兵器拿出来给你用，是何等的认可你。你今日拿了李逵，切记不可骄傲，要日日勤勉。还有，享会上我叮嘱你的事，你还记得吧？看来此次陆逵是毫无悬念了。梁牙国现在是人才辈出，今非昔比啊！我等今日在此选拔陆逵、李逵，好不快意。何不趁此机会，再选一位花魁？哎，说起这花中魁首，当属牡丹呐。丞相好福气啊！不怪他兴建玉楼，能得佳人相伴，夜夜笙歌，是何等幸事啊！啊，幸事。玉楼夫人貌美，魏侯夫人娇艳，诸位若有心选美，不可偏颇。魏侯到。魏侯与君。诸位请坐。谢魏侯。来。诸位州牧，今日我主魏侯不仅要宴请大家，还给各位准备了礼物，劳烦诸位，请。走，看看去。
这是各州舆图。哎呀，诸位请看，这是魏国新修的水渠，从盘邑通往荣郡，一路引水，不仅解决了旱地之渴，还开通了3城贸易，让更多的货物得以流通，真是一举3得呀！是个大工程，这可是件好事。是啊，原来威侯设宴不过是想向众人炫耀罢了。非也，今日是为了商议与各州牧如何共享水源。此话怎讲？修渠的甜头，魏国尝到了，但魏某不想独享，所以举办这入离大会，还要把美食美酒拿出来，就是要告知各位，只有风调雨顺，才能国泰民安。魏侯的意思，让我们也修渠？不错，我想将这永明渠通向四方，把中原大小河流全部连接起来，这样就能长久解决干旱，解决百姓之苦。中原大部分战乱都是因为争夺水源而起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之前我去盘邑盘查永明渠的时候，就亲眼目睹了灾民们衣不蔽体，风餐露宿。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，如果不想着如何替百姓解决疾苦，每日只想着逐鹿寻乐，那他日定会自食恶果。不错呀，这几年干旱，燕州百姓怨声载道，我早就想向魏国取经了。只要魏侯能如约引水，入耀州即可。这么乍一听，倒也是可行的。确实可以啊。不知梁牙王意下如何？我不同意。为何？威侯不过想借修渠一事，钳制各方兵力罢了。我为何要答应？为表诚意，我会调遣兵马，前往各州协助修渠。威侯调兵修渠，目的究竟是调兵还是修渠？是啊，这一旦水渠贯通，其他州的兵马便经由水路直达我耀州腹地，届时该如何抵挡啊？是吧？对呀，对，有道理啊。这修渠一事还有待商榷。没错没错。诸位多虑了。通渠的益处，并非是各州之间的路程，而是百姓的生计和一方安宁。10几年前，燕州也是靠天吃饭，收成多少，全看运气。祖父当初要通渠时，燕州百姓也不愿配合，他四处游说，自己亲自下地开渠，直到通了第1条河之后，百姓们才逐渐理解。最近我主威侯重建永明渠，燕州与魏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繁多，燕州也变得富足了许多，这才是通渠的最大益处。夫人这番话，代表的是魏国，还是燕州呢？我既是魏家妇，也是乔家女。女君既是魏家妇，当然是为夫家说话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。那我能否代表燕州？你，小郎君虽然年少，却是燕州少主，的确可以。燕州自古少水，近3年更甚，河道干涸，庄稼干枯。据我所知，每年都有数万百姓因为饥饿而流离失所。燕州为何不肯修渠？陶州地势低洼，常年发生洪涝，被百姓称为涝州。每逢灾年，百姓便结伴出去乞讨，等来年再重回故里。如此，他们都不肯抛弃家园、周牧，又如何忍心弃之不顾？众州百姓勤苦能干，每年生产大量的瓜果和绢帛，但又因地形复杂，导致商路不通，不得不靠人力翻山越岭，以此送出。每年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？如此情况，众州为何也不肯修渠？
14年前，乔魏两家结下血海深仇，威侯曾立誓要诛灭乔族，而如今又为何毅然决定与我乔家结亲？因为威侯深知，魏国百姓苦水患久矣，威侯为了修渠，甚至能放下仇恨。如此胸襟与气度，尔等何须担忧？少主所言极是，我燕州同意修渠。我仲州的人多，兴许可以多出一些人力。我耀州可以出一些钱财。我陶州也同意修渠。魏国煞费苦心举办陆离大会，又不惜搬出小舅子来游说，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将各州收编麾下罢了。诸位愿受魏国钳制，而我却不能。刘某今日便立下誓言，只要我在位一日，便绝不可能听旁人号令。魏侯通衢，并非为一己私利。我愿去信，劝说薛泰，请他出手相帮。多谢诸位对魏某的信任，为表诚意，也为了尽快修渠，我会调遣10万精兵和10数位治水督工，协助各州修渠。魏侯大义，我等愿协助魏国一同修渠。多谢诸位。客气，告辞。阿慈，姐夫，今日多谢你，啊。不过之前姐夫对你太过苛刻了，别太在意。姐夫对阿姐好便行了。我之前也对姐夫有些偏见，后来才知道是误会。姐夫在荣郡，为了救阿姐险些坠崖。对你阿姐好是应该的。姐夫还曾孤身一人从数百号流民手中抢回阿姐。没那么夸张。姐夫为了阿姐拒绝纳妾，甚至不惜和宗亲翻脸，又为了哄阿姐开心，遣散了府上所有的姬妾。这些都是你阿姐跟你说的？这世上，除了我与父亲，恐怕无人能做到这般。这也难为你阿姐了，把我都夸出花来了。不过呢，今日看到你能够独当一面，相信你阿姐也十分欣慰。其实，我刚才也怕被阿姐骂。为了今日这番话，阿姐昨日特意拉着我说了半天各州的情况。我今日还怕认错人闹出笑话，索性唬住他们了。啊？你阿姐让你讲的？嗯。我早该想到是她的。不过你也很棒，啊。南君怎么来了？衙署没有事了？都忙完了。阿慈都跟我说了，我就想问你是如何想到那些有的没的来夸我啊？阿慈他就是小孩子脾气，先前对南君有些误会，哄一哄就好了。倒是南君，不要怪我胡编乱造。怎么会呢？是难为你了。答应过要帮南君修渠，理应做到这些。那，你做这些，只是因为答应了我，没有别的。那答应南君的事，总要做到的呀。之前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乔家人不是每个人都工于心计、精于算计。以前我不信，但今日我信了。之前是我狭隘了，你莫怪我。因为我刚成亲时，心里都藏着心机，但不知何时开始，我不愿对你有所隐瞒，
敷衍，唯愿以诚相待。你跟我因为一纸婚书，从陌生人变成亲近之人。如今我想问你，你愿意和我成为真正的夫妻吗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还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吗？阿姐，我打探到消息，你刘烨是弑父杀弟等位的。那他还挺有本事。阿姐，你若真心想再嫁，也该找个赢面大些的吧。观今日享会，我看那威侯有几分威望，有望逐鹿中原。但他已有家室，而且不易操控。如今陆离大会已经结束，各方势力也会离去，我没有理由强留于此。阿姐的意思是，要找梁牙王。刘远的底细，你散出去。这世上最难掌控便是人心。最易掌控也是人心。只要认清一个人真正想的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，便能操控其人，如同操控傀儡。请帖可都送到了，怎么还不见人来？本来吧还好好的，谁知道一夜之间，殿下在梁衙的所为走漏了风声。都说了，殿下是正统，何借口罢了。他们不来赴我的约，是因为我与魏少撕破了脸，一个个都不敢站队罢了。殿下，燕州派人来说周牧吃醉了，无法赴宴。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耀州牧突发疾病，众州牧与女见起了争执，都无法前来赴宴了。玉楼夫人也不来了吗？殿下不要误解阿姐，阿姐不忍殿下独酌，前来赴宴。我听闻殿下幼时曾寄人篱下，在燕州长大。是又如何？我与殿下相仿，我幼时是在余郡长大的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不被家人宠爱，自小便做棋子赠与他人，从不受命运的眷顾。我此番前来，是想劝慰殿下，你弑父杀弟，并无过错。你被他们利用，失去价值又遭背弃，百般讨好不得所愿，终日惶惶，怕被取代。此间的心痛，非常人所能体会。玉楼夫人就能体会。我生于武山国没落的苏氏之家，幼时他们便说，我额间的胎记像是一朵牡丹花，是百年不遇的命格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以帮扶振兴苏家为己任，小心经营着自己的姻缘。
可直到有一年，我突然发现，他们还养着一个手心有7颗痣的女童。他们说那是千年不遇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，只要失去价值，便可随时取代。那女童是何下场？容貌尽毁。玉楼夫人此次前来，不只是想跟我互诉衷肠吧？妾颠沛流离，早已看惯了那些贪图我美貌和命格的人。眼下，我只想寻一知己，共商大义。玉楼夫人可曾去过梁衙？未曾到访。梁衙风光正好。等陆离大会结束之后，我可带夫人前去赏玩。多谢殿下。天下美景，也不止梁衙一处。今日不早，妾就先退下了。我无意投靠梁衙，只愿与殿下结个甚缘。日后若有事相求，还望殿下相帮。殿下，这玉楼夫人啊，只不过是想给她脑袋顶上那朵花找块好土，万不可受其迷惑呀。我自知道，她不过逢场作戏。那殿下为何惆怅？她让我想到一个人，乔氏。这几日，殿下与故友重逢，难免会思及旧情。就在刚刚，我突然想通了。那日在盘驿，他为何弃我？乔氏生于乔家，花团锦簇中长大，得祖父伯父的疼爱。丁夫人视她如亲女，更何况她还有大乔氏乔慈这样的手足。换作是我若有这样的家人，我也会为家族牺牲，我也会喊出那一句守护众生的誓语。而我从小没有母族庇护，受妖妇催逼，就如同玉楼夫人所言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配像工具一样的活着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行差踏错，就会立刻遭人斥责、厌弃。乔氏高高在上，注定与我没落。并非我视众生如蝼蚁，而是我生来就如同蝼蚁。玉楼夫人也是如此。梁牙王派属下送来此物，可还说了什么？殿下说他明日启程离开于郡，以明珠为信，邀您日后前往梁衙。多谢梁牙王，属下告退。收起来吧。是。
你一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早知道就不让玉露先回康郡了，还能有个人照顾你。我来时一人来，走时自然也能一人走。行了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日日勤勉，跟父亲说我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还有啊，你回城的时候路过伯牙，一定要给长姐留些吃穿用度，那里不比于郡、康郡，长姐日子过得苦。记下了。姐夫，我把我阿姐托付于你，要是日后让我知道你不好好待她，我定要替阿姐讨个公道。哎，表兄，改日在一起喝酒。喝酒倒不是不行，但是像罗中坊那种地方，以后不许再去了，知道吗？哦。哎。这。你想不想知道，是乔斯的马快，还是我的马快？走。下。南君，玉楼夫人邀您有事相见。她要走了吗？玉楼夫人说暂且走不了，求您庇护收留。此事怪我，竟忘了怀璧其罪的道理。在陆离大会上，我漏了底牌。如今梁牙王还有陶州牧都有要强娶我的意思，一时之间，我也不敢回娘家。我那不争气的娘家定会将我推出去。当年，我被迫嫁给陈翔，便是和如今一样的光景。只是那时我还年幼，不能自主。而如今，我不想再做任人谋利的傀儡，就当是看在伯公的面子上。钟离，能否让我在余郡暂且避一避？南君为何会来问我啊？是不是南君觉得有些不妥，但又不知道是哪里不妥？之前他来余郡的时候，因为阿斯的事和你有嫌隙，留他却有不妥。但他毕竟是长兄主投南君照料的人。如果就这样拒绝了的话，你心里一定会不舒服的。需不需要我为他另寻宅院？那不用，把他安排在医馆即可。行，我先去忙了。女君为何要留那位玉楼夫人？可能我和南君的感觉一样，觉得有些不对，但又不知道是哪里。阿姐，我寻了威侯府上的婢女，用了些暧昧手段套出话来。原来威侯看似接纳了乔女，实则二人并未圆房。果真？说是给乔归守孝。魏少给乔归守孝，天下男人无不好色，给乔归守孝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。若是二人成婚，但是并没有圆房，
大抵是因为不爱。我寻了几本好书，邀微侯前来一叙。是，阿姐。微侯，玉楼夫人深夜号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我知微侯这几日未通永宁曲一时烦恼，想着也能分担一二。那玉楼夫人有何见解？陆离大会上，你承诺会出10万精兵帮忙修渠，我知你深明大义。然而此事，我却更佩服女君。我听闻探为通渠一事也出了不少力，想着自己也能做点什么。这几日，我花重金让人寻了一些古籍，都是一些治水精妙之法，想着能让妹妹使用。大概是我时时翻阅，才沾染了气味。这上面还有我的注解。玉楼夫人费心了。也只是粗粗翻阅，其中有一些地方看得不那么明了。比如这河渠书乃水利通史，很多河流的名字都难以辨认。经书内容复杂，非一日可成。这样，我先带回去，跟女君一同研究。多谢玉楼夫人。南君，女君呢？回南君，女君去洗漱了，即刻便归。把这个放下来。是。南君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从玉楼夫人那儿拿回来的治水典籍，希望你能用得上。啊。女君，诊师先生请你外出一见。他不是去云中郡摩崖石刻游览了吗？这么快回来了？高某受魏侯关照去游览云中郡的摩崖石刻，来，女君请。高某给女君带了份薄礼，不成敬意，也请女君别嫌弃。先生竟然将云中郡的摩崖石刻踏下来了。女君喜爱观摩石刻，但因为山路崎岖不便前行，就只能踏印下来赠予女君。不过这踏印啊，真的远不如身临其境来的震撼呢。已经很好了，先生有心了。若是他日有时间，我定亲自前往。好，高某愿做女君犬马，引路前行。主公，诊师先生已经抵达余郡了。哦，那他回来的倒是快啊。对了，这事儿不许让女君知道。女君已经知道了。诊师先生一来到余郡，就约了女君外出，还给女君送了摩崖石刻的拓表，还说要一起去云中看石刻。
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云中郡有流寇作乱，还需派人去一趟。正好，再安排你们给我办另外一件事。这么快云中就乱了啊？乱了。女君，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女君快去看看吧，南君不知从哪让人弄了个物件回来，请你务必去看看他。南君，这是？没错，这就是磨牙石刻，你不是喜欢吗？一整块给你搬回来了，看吧。这是？没错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东都赋，内服诸夏，外随百蛮。南君的心意我明白，只是这时刻他……你不是喜欢吗？暴殄天物啊！暴殄天物！他怎么来了？暴殄天物啊！魏侯荒唐啊！哎呀，那你来干什么呀？这乃古人瑰宝，怎么能随意毁坏呢？毁坏？我为什么把它搬回来？我就是怕别人去毁坏它。这石刻原为一体，一旦毁坏，难以修复啊！我只带回来一整块搬回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云中郡路途遥远，长途跋涉，我又不是故意弄坏的。而且我于郡城中，善修复的工匠大有人在，我大不了给他修好就完了呗。哎呀，此文乃前朝名士亲笔题写，这运笔和这力度极为讲究，那岂是一般匠人能够修复的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那不如这样，这石刻就由先生来修复吧。先生对石刻颇有研究，又对云中郡摩崖石刻了如指掌。若是先生肯修复此石刻，那后人才能瞻仰前朝风采。先生要是不觉得辛苦的话，就接下此门差事吧。女君深明大义，如此胸襟，连男子都自愧不如。既然如此，那高某定尽力而为。倒也不必如此。那就谢过先生了。只是这石刻修复复杂繁琐，可能还得再住上个几日。还住？先生安心住下就是，由我负责您的饮食，日日来送。不是，也不用你心思。那就劳烦女君了。劳烦先生了。不是，其实不用你们修，我们于郡城中不是，不用谈了，我这。仲林何必见外呢？我不过是又寻到了几本古籍，邀你品鉴罢了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带来给夫人的回礼，你看看是否还喜欢？你有我的情分，不必如此。说到情分，长兄临终前让我好生照顾，但只因魏国事务繁忙，无法周全，所以我想将夫人送回武山国，交由家人照顾，更为妥当。仲林这是要将我送走？我知道夫人有所顾忌，
怕自己无所依靠，所以特意准备这些礼物让你带回去，以表威国对夫人的重视。逢年过节也会送些节礼，以表关怀。如此一来，就没人敢欺凌夫人了。是我错了。当初我来寻求庇护，是想着我与威侯还有些儿时的情分。可这情分又能支撑我多久呢？苏家笃定我有极贵的牡丹命格，必会带领武山国苏氏复兴。威侯思虑周全，也比不过琅琊王氏的姻亲诱惑。我的家族必定会守。世人都说，琅琊王风度翩翩，权势滔天，自是良配。众令可知，我为何不愿嫁他？只因他知晓我与魏家的情分，必会利用我的身份和背景来对付魏国。我知道你的难处。陆离大会之后，你力压群雄，魏国正处于风口浪尖。如流言之辈，嫉妒你有引领中原的世道，必会千方百计前来阻挠，与你为敌。若是我嫁琅琊王的命运已难更改，不如我愿以身试敌，充当耳目，助魏国成就大业，也算是魏家照顾我多年情分的一些回报吧。这就不必了。我既然将夫人送回武山国，就必然会昭告天下。如果谁要是为难你，那便是与我为敌。夫人，夫人定是伤心过度，头风犯了，还请魏侯改日再来。头风犯了？魏侯年幼时突逢家变，玉楼夫人为了照顾你，连续多日不眠不休，才落下了这样的病根。那你好生休养。魏侯来的正好，时隔多日，高某不辱使命，把他给修复好了。也请魏侯尽快把他归还原位，因为只有在云中郡的崇山峻岭中，才能够展现出他的磅礴大气。啊，这个我自然知晓，还用你说？我是看看是否修缮好了。这回啊，可算不用留所依据了。魏侯指的是石头，还是高某？那自然是石头了。不过呢，先生自诊时，此名太过高雅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奉劝先生，最好像此时一样，
早日归隐山林才是。不是先生，你的确不曾习武吗？不曾习武，我手无缚鸡之力。毫无缚鸡之力。啊。真的不曾习武啊！何事啊？主公，有人求见。让他等一下。201，快起来吧！我再练2个。201。先生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高某打算亲自把石刻送回云中郡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先生去，我放心。那就有劳先生了。那再问一句，先生此去何时归来？就不回来了吧？我本喜欢周游，但就是因为石刻损坏，要不然早就离开了。那可真是太遗憾了。那这样，明日我亲自送先生出场。那就有劳了。有劳先生。魏侯，高某对于提重物有一些心得，可以跟你分享一下。肩膀宽一点可能会好一些。有一个动作，可能可以帮得上忙。来，横举，来举起来。哎，这边手指这样。哎，那明日这个精髓，我们回到您刚才做的动作，请坐。哎，而手肘，你的腿就不会借力了。起。很好。
不是先生，你不是说你未曾习过武吗？高某未曾习我，受我父亲之令。那这个。 先生此次远行可有什么打算？并无什么打算，想要去各州看看这中原的大好山河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，永宁渠。先生为何要去永宁渠啊？先生。 这天下苦于水患久也，魏侯实乃百年之计，造福天下苍生。高某感恩怀德。先生不怪我损坏了摩崖石刻，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这马车上都是备了一些书籍。 细软，希望先生不嫌弃。多谢。早就听闻高先生大名了。前几日我身子不适，没能登门拜访。今日送别，我特意前来，还备了一些薄礼，请高先生笑纳。不敢。自然是比不上仲林心思细腻了。倒也不是我心思细腻，这些东西都是女君准备的。 好了，高某该启程了。各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玉楼夫人，表兄，那我与女君就先回去了。 有趣。